你就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令仙界中人觉着蒙羞的叛徒。你住口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娘。这是事实。你。 我仙界的娘爱上我魔界的爹又怎么样？至少他爱过、活过，不像你，身为尊者，表面上一堆道理，心里却偷偷爱着麾下修炼的仙子，连跟他表白的勇气都没有。不像我们敢爱敢恨，你根本就是个虚伪的孬种！放肆！火姑娘，谢谢你对我的厚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自毁青玉，归顺魔界的。 打消此念吧。你不要逼我，替我被关500年的父亲，还有死去的母亲，以及下落不明的姐姐报仇才好。往事历历，放如昨日。转眼千年，人事变灭。耳畔尽是岁月长风，嗖嗖挂掠而过。思念我儿，近在眼前，却又杳若天边。为何他身上也会有心鳞片的胎记呢？宝宝乖。 不哭了。龙大哥，人在这里。没想到黑魔头的妻子竟然还藏身在仙境里。龙大哥，请你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吧。灵儿，她是黑魔头的妻子，你可知斩草就得除根，绝不能错放过她。她虽是黑龙王的妻子，但她刚生产，尚无力反抗，你岂可杀手无寸铁的妇孺？此等卑劣行径，又和魔界中人有什么区别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仙境净土，绝不能让魔道中人玷污。当然和魔道不同，你快走开，让我杀了他。八蛇，快带着孩子走。青莲尊者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现在无力离开，我自不足惜，只求你能帮我保住这孩子的性命，他是无辜的。龙大哥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 这青龙白虎两大尊者，怎么会把真儿囚禁起来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真的好担心他，真儿一个人被关在里面，
我能有什么办法去救他呢？这不是那把青云剑吗？可是我已经明明把它交给青龙尊者了，怎么又会出现呢？难道他知道我要去救真儿，所以来帮我的？青云剑是不是啊？太好了！青云剑，青云剑，我要去南海。主桑，你好大胆！竟然偷五大神器中的青云剑，还不快交出束手就擒！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偷青云剑，还敢狡辩！若没偷青云剑，为何见我就逃？这次非把你关进大牢，重刑伺候不可！是。公主，什么事啊？属下是为了如何处置那玄武尊者一事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件事3天之后我自有定夺。属下是眼见公主忧心，为如何不处死玄武，又可以救大王的事出点意见，特别来为公主分忧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想牺牲玄武啊？小的是公主的属下，自然处处要为公主的心情着想。只要怀着一颗这样的心，自然可以为公主分忧了。是吗？有何妙计？姑且道。记得，当日那小白蛇受到朱霞镜所伤的时候，你可曾有什么发现？
真儿穷桑，还不谢过观音大士。多谢观音大士。仙境众仙誓死固守昆仑仙境，绝不让魔界的野心污蔑仙境。你这神仙怎么什么东西也不吃，水也不喝一口？就算你是神仙，也会饿的吧？好香的蟠桃，要来一口吗？你不会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吧？你要是不来，我可来喽。
公主，什么事？长老们请您去问天阁一趟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请公主下令斩杀玄武立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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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等3日，3日后我一定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。好了，不必多言，就这么决定。人来毁坏他的清誉。哼，你的徒弟，徒弟总得有爹有娘吧？徒弟他爹是谁？娘又是谁？你给我报上名来！难不成是你在仙界跟人私定终身所生的女儿吧？你，但是我看那真儿身上有我魔界的妖气了。这样说起来，那就是你和魔界的人私通的了。无耻！我到这里来，不是来让你羞辱的。告辞。等一下，你还没告诉我真儿究竟是不是我女儿？我女儿在哪儿？说！我一定要让她回到魔界，认祖归宗。你不要胡乱说话。真儿天性善良，毫无魔性，她绝不会是你们魔界的女儿。快去叫那个真儿来见我，把我女儿找来见我。你们若是不还我女儿，必将大开杀戒，毁天灭地。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尊者，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中了迷心散，就不信你不让我摆布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晕倒呢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谁叫你来到这儿什么东西都不吃，所以才会晕倒？不听话吧？玄武，既然爱得这么痛苦，何不将对真儿的感情用来爱我呢？
会舍得杀了你呢？我有个秘密想跟你交换，要靠你帮我救出黑龙王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其实真儿最大的秘密就是她身上有着跟我父王一样的心灵片胎记。这秘密你怎么会知道？看你这么紧张，果然如此。就算真儿跟黑龙王有了同样的胎记，就算真儿是黑龙王的女儿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玄武，你不是一直嫌我是个妖女吗？那真儿就不是妖女吗？当然不一样。真儿在仙界长大，她生性善良，冰雪般聪明。她虽然生在魔界，但是却没有魔界妖人邪恶的性格。她在我心中就像是明月，是无人取代的仙子。哼，说得好，你越是这么宝贝真儿，我越要毁了你的仙子。哼，就凭你，真儿她不会相信的。但如果是你，玄武口中说出来的，他会不信吗？你看这镜子。要是真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，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怎么回事？你这妖女！你的妖法是骗不了我的。神仙啊神仙，这小小的妖法又怎么能骗得过你这多情的神仙呢？要不是你激我，我还不知道朱霞镜有这么大的用处，可以把你的记忆复制在我的镜子上，还能作为永久的记忆。怎么样，本公主让你艳福不浅吧？妖女！好歹真儿也是我的姐姐，我也不想伤害她。如果你答应为我办一件事，我就不告诉真儿。什么？要我用黑雷杖杀了黑龙王，才能保住真儿身世的秘密？没错，只有杀了黑龙王，才能永绝后患。是啊，朱雀，真儿的个性，你这个当师傅的最清楚。难道你以为随便编个身世故事讲给他听，他就能相信你吗？他一定会亲自去查。朱雀，我知道你担忧真儿，才会约我们来此商讨对策。
即使我和白虎今日答应为你保守真儿的秘密，真儿和黑龙王是骨肉天性，只要黑龙王在一天，真儿总会有和他相认的机会。到那时，我们是挡也挡不住的。龙大哥说的没错，难道你愿意辛苦培养500年的好徒儿，就这样毁在黑龙王的手上吗？朱雀，就听我们的吧。只有黑龙王死了，这个秘密才能永远保留着。好吧，为了真儿的未来，就按你们说的做吧。这些都是玄武对修蛇的计谋。这条小白蛇要是看到这些画面，肯定是会对自己的身世起疑。真人，有请天魔妖宫。是。有请天魔妖宫。公主，今天三哥哥迟到了，待会儿一定罚他摘星星给我。多情神仙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到底答不答应我的条件？如果我真的答应你救出黑龙王，你就能保证不再去骚扰真儿吗？不是骚扰，是忍痛不相认。就是说，你的真儿可以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仙界，你也可以有事儿没事儿地偷看他一眼。怎么样？我提出的条件挺优厚的吧？如果你那么不喜欢魔界，还真的不要告诉真儿身世，让他回归。
我快去快回。好，那好吧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叫我。真儿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三哥哥。难道真的是他吗？对付我，也让那该死的朱雀给杀了。麒麟尊者是我姨娘，他是让朱雀师傅给杀害的，不可能，他们是同门呐！你怎么还叫朱雀的狗婆娘做师傅呢？他们杀害了我一生钟爱的2个女人，还抢走了你，把我困在此处500年，此仇不报，
现在你看清楚了吧？如果你身上有和我一样的印记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叫声爹！你真的是我爹？千真万确。这500年来，爹没有一天不在想你，想我的宝贝乖女儿。你既然来看我，不就是到这儿来认爹吗？你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爹呢？